岛国最佳竞技纯爱剧。男孩田毅，高3在读，高考仅剩数月，却无目标无动力，唯一爱好是涂鸦，消磨单调时光。这天他再次准时去办公室交作业，班主任由美收了他的作业，就匆忙去开会了。田毅转身发现由美忘了带笔记本，只好先带回家保管。晚上他出于好奇翻看了由美的笔记，发现里面全是由美写的小说手稿，小说文字生动活泼，非常大胆，和由美本人截然不同，这让田毅忍不住对这个呆板无趣的班主任充满了好奇。第二天，田毅把笔记本还给了由美，得知田毅看过笔记，由美脸一下红了，她觉得自己在田毅心里的形象崩了。为了让由美恢复形象，田毅主动将自己画的画给由美看，两人互通了秘密，算是和解了。不过由美后来发现田毅在画画上似乎很有天分，她鼓励田毅多展示才华，坚持追求自己热爱的绘画，别学他，梦想成为作家，却因父母意愿来学校教书。田毅却觉得由美很酷，明明不爱教书，仍全心全意做老师，这让田毅彻底改观。由美给了迷茫的他方向，他在田毅心中不再单调无趣，而是他希望更了解身边的人。他开始正式涉猎绘画，他频繁让由美做模特助他绘画，也常为由美递课件提供插图。两人的频繁接触逐渐让他们之间生出了某种情愫，但一位资深教师很快察觉到了这一点，他警告由美不要偏心某一学生。由美内心惊慌，从那以后他刻意避开田毅。田毅发现由美在躲避自己，他感到很沮丧，其实他只想告诉由美自己打算去读美术大学。一天课后，田毅终于在办公室把心里话告诉了由美。由美对田毅有了明确目标感到高兴，作为老师他给予了鼓励，因为我对老师来说是一个特别的人吧。由美被看穿后完全慌了神，田毅严肃地向她告白，由美不知如何是好，只好果断让他离开。田毅对自己的冲动感到后悔，但对表达爱意并不后悔。次日放学，他再次拦下由美，眼里满是真情地对由美说，他的告白是真心的，不是一时冲动，他希望由美也能认真考虑后回应他。由美沉思了好一会儿，决定不再逃避少年的真心。在一个功课中，由美对田毅做出回应，我想消除师生间的距离，而是作为独立的人相处，不分彼此不划线，而是当作个人来真诚对待，我是这样想的。心意坚定的两人开始了秘密恋情。田毅最幸福的瞬间就是晚上给由美打了个电话，受她的鼓舞，田毅戒掉了爱迟到的坏习惯，成绩逐渐提高，见到对方的成长，两人感到很幸福。但他们的秘密恋情不久就被班上的女生发现，这女生去向班主任报告了。几天后，由美主动辞职了，田毅联系不上由美，由美仿佛人间蒸发了。田毅深感自责，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错，他反复向教导主任解释，但主任说是由美自己承担的责任，这让田毅深刻意识到自己没能力保护由美。后来田毅考进了美术大学，在大学的3年里，他始终没能忘记由美。田毅打算大学毕业后成为美术老师。在备考时，田毅意外发现教材编辑竟然提到了由美的名字，他激动地立刻在出版社门口等着由美。接连几天的守候之后，他最终见到了由美。田毅后悔当时没有站出来为错误向由美道歉，但他对爱上由美并无悔意。由美觉得离开田毅是正确的，不是让你站在老师或者道德的角度来判断对错，而是问我们是否真的相爱。由美没回应田毅的告白，田毅以为由美还在犹豫，于是决定退学去打工，他认为成熟一些，由美可能会接受他。田毅的好朋友把这事告诉了由美，由美生气地冲到田毅面前，他不让田毅为他舍弃现有的生活，他劝他要为未来好好考虑。这次真的是告别了。田毅追上了由美，把这3年对他的深情全倾诉出来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，他一直都爱着由美。我也是，我也爱你，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。3年后，两人打破了所有限制，勇敢地表达了感情。很快他们开始同居并结婚。田毅毕业后也顺利拿到了教师资格证，看似幸福会永不止息。但那一天，由美却在车祸中永远离开了田毅，田毅的人生陷入黑暗和痛苦。几年后，田毅重新振作，成了高中的美术老师。他在这里和弥生命中注定般相遇了。那幅画你喜欢吗？弥生快要上高3了，在过去2年的高中生活中，他找不到任何让自己沉迷的事，他总是一个人在旁边看着别人热闹。田毅察觉到了他的孤单，于是邀请他加入美术部，不想加入也行，弥生随时可以来美术部画画。他还给弥生画了只萌萌的小狗，这是弥生第一次和田毅这么近。田毅在学校挺受欢迎的，弥生平时连跟他说话的机会都没有。晚上他看着小狗兴奋的睡不着，但第2天他发现田毅也会给其他女生画画，他羞怯的赶紧洗掉了手上的小狗。
田毅挡住了想逃的他，借用你一点时间。田毅带弥生去美术部，用最简易的方式教他画出第一幅画。弥生对画画的信心大增，他高兴地拿着自己的作品，决定加入美术部。新学期开始了，弥生发现田毅成了他的班主任，这让他对高三的生活充满期待。弥生原本想放学后立刻加入美术部，但却无意中听到了美术部同学的谈话，高三学生不希望新人加入，弥生只好放弃了加入的念头。田毅洞悉了他的担忧，于是亲自带他加入美术部。弥生高兴地接受了，但很快他发现自己似乎与美术部不太合拍，担心自己成为让人烦恼的存在。心情低落，他在美术部一直待着不回家，不知不觉中他睡着了。他再次醒来时发现，田毅不知何时已经把他刚才睡觉的样子画了下来，画中他头上还有一只蝴蝶。田毅把这幅画赠给了弥生，弥生的郁闷一扫而空，这礼物让他特别想成为田毅心中稍稍特别的人。然而他回美术室取东西时，偶然见到了田毅的画，黄旧的纸上都是那个女孩的画。一回家他就猜谜似的想那女孩是谁，同时又后悔偷看了田毅的隐秘。第二天在美术部，心不由由的弥生一直不敢看田毅的眼，他感觉对田毅一知半解。利用田毅不在时，他趁机和画室的同学们提起田毅，大家都来聊天，都说了田毅的很多趣事，让弥生对田毅更加了解，也迅速跟美术部的同学融为一体。田毅在旁边默默观察，内心感到很欣慰。从美术部返回后，班花拦下弥生，追问他是不是喜欢田毅才加的美术部。班花对此感到嫉妒，因为弥生获得了田毅的关注，弥生只得忙着否认。但很不幸的是，他们的对话被田毅无意听到了。放学后，弥生挣扎着要不要向田毅澄清，却见到田毅正和美术部部长倔强显得关系很密切。倔强注意到了他，他早已意识到弥生喜欢田毅，于是他赶上前去劝弥生别对田毅抱有幻想。原来倔强是由美的学生，他一直是由美为姐姐般的存在，他亲眼看到了由美和田毅之间的恋情，也亲眼看到田毅失去由美的痛楚。倔强的话没能阻止弥生，反而激发了他更想了解田毅。我关心的只有老师一个，我不行，我心里已有所爱，是素描本里的那个人吗？她是我的妻子。听到这回答，弥生很失落。不过奇怪的是，看起来田毅比他更难过，他的初恋还没开始就结束了，只好假装没事，别让田毅担心。自从那天告白以后，他注意到田毅笑背后好像总掩藏着悲伤，他觉得自己还是不够了解他。但不久后，他终于知道了田毅的故事。班花非常想引起田毅的注意，因此到处询问他的喜好和兴趣。爱八卦的化学老师把田毅的点点滴滴告诉了他，班花立刻在班上到处传播这些消息。没人料到最受爱戴的田毅老师竟然已婚又离了，对象还是高中的班主任。班里的美女总会要求田毅向全班说明并道歉，弥生勇敢地站出来支持田毅。田毅上台分享了自己的故事，我不是离婚，我是守寡的，我老婆真的曾是我高中的老师。弥生这才懂了为啥田毅笑里常带忧愁，他的坦诚让班级气氛变得尴尬，大家好像跟田毅隔了层墙。为了打破这种隔阂，弥生在课外活动中特意安排了一个猜猜我是谁的游戏，大家匿名在白纸上写下3个个人特点，让大家来猜。田毅竟然猜出了每个人，大家都感觉到了田毅的细心，因此更加喜欢他了。他特别感激弥生为自己做的种种，我觉得痛苦的事情很难忘记，但我还是希望看到老师笑，所以我会尽力让老师笑。准备下午回学校时，田毅发现弥生消失了。他在神社找到高烧的弥生，他打算搀扶弥生回家休息，但弥生软弱地靠在他肩上。田毅心里感觉被某事触动了，原来这段时间的相处，弥生一直在疗愈他的心伤。他担心如果这样继续，自己会忘记失去由美的痛。课外活动结束后，田毅开始躲避弥生，敏感的弥生很快感觉到了，旁观者倔强也意识到了，他们俩气场有点怪。他还担心田毅会忘了由美而爱上弥生。直到暑假开始，弥生一直没能跟田毅说上话。整个暑假弥生情绪低落，翻日历时发现明天是田毅生日，他兴奋地打算画幅画送他。次日黄昏，他拿着画作来到学校，却迟疑不决。倔强一见便读懂了他的心意，他告诫弥生不要再使田毅难堪，他太温柔了，让你难以拒绝。弥生还是决定要送出这个礼物，这份礼物象征着一切的终结。我不会再说喜欢老师之类的话了。看着痛苦的弥生离去，田毅打算辞职了。他的心情已被弥生影响了，他非常怕遇到弥生，也讨厌忘记痛苦的自己。他向学校递交了辞呈。班花得知后告诉了弥生，他认为这件事都是因为弥生爱慕田毅，田毅才决定辞职。弥生急忙跑到美术部找田毅，
发现田毅将由美的话撕毁了，他将撕毁的话重新拾起。他在田毅回家的路上中找到了田毅。我打算退学了，所以请老师别辞职。你饿了没？弥生让他回想起高中的自己。这一刻他终于理解当初由美为何辞职。他告诉弥生不要自责，全都是我的错。然后他们一起开心的逛街吃饭，愉快的度过了整个下午。弥生度过了高中时光里最幸福的一天，但他清楚这是他和田毅第一次独处，也是最后一次。他将粘好的话交给了田毅。田毅翻看着这些积累下来的素描，泪水夺眶而出。请珍惜这份感情，请永远爱着由美小姐。其实我也是喜欢你。听到告白，弥生反而很痛苦，给老师带来困扰，无法原谅自己。老师再见。之后两人在学校避开对方。班花得知后找到弥生时，田毅已辞职。你还是留不住老师啊。然后他又去找田毅。田毅，你这样辞职，弥生可能会自责一生。田毅转头望向班里和美术部的同学，每个人都那么信任他，是他们让他的生活焕然一新，他怎能辜负他们的期望呢？于是田毅决定留下，他亲自向弥生分享了这个决定，还希望弥生别想着退学。弥生，很高兴遇到你，但别忘了，我们是师生关系哦。我明白了。从那以后，他们摒弃杂念，以纯正的师生身份相处。转眼间，高中毕业，弥生在田毅的毕业画展前感叹不已，能遇见这样的老师真是太好了。整理东西时，田毅发现了由美高中时写的小说，小说中有很多是他和由美的点滴，由美的幸福从文字中流露出来。我真的超幸福的，特别喜欢你。田毅最后还是走出了伤痛。几年后，他偶然在街上遇见弥生，两个人同时冲向对方。这位35岁的普通大叔竟然找到了一个比自己小12岁的漂亮女友。同居1年之后，大叔意外发现女友有残疾症，残疾证标的是 IQ68， 证明了女友其实有认知障碍。女友说自己不是智障，只是有点轻度认知问题。有沙7岁就确诊轻度认知障碍，对他来说普通事也很难。有沙学东西要花很多时间，23岁的他还不会削苹果，智力问题让有沙自尊很低，因此他选择做无门槛的陪酒工作。遇到占便宜的客人，他从不抗拒，甚至以为这是自己唯一的作用。有沙想变成普通人，这就得先找份普通工作。他加入了一家物流公司，可是物流公司的工作对有沙来说挺难的，虽然记了好多笔记，却仍然看不懂包裹上的标签，想问同事又怕露馅，自己的智力有问题。正当他感到无助时，冈村主任叫住了他。冈村带着微笑自我介绍，还耐心回答了有沙的各种问题。他完全没注意到有沙智力上的问题，反而觉得有沙的真诚和可爱，这是有沙工作中首次感受到别人的温柔，因此他几乎立刻就被温柔的冈村迷住了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有沙常因理解力不够而犯小错，每次有沙被同事批评，冈村总是及时帮他解围，还赞扬他的进步。有沙曾不小心弄翻了客户的货物，冈村没对有沙发火，反而替他去客户那儿道歉，背了黑锅。有沙感到非常愧疚，他下班后留在公司等冈村，回来后他郑重向他道了歉。冈村看着他，为了道歉傻等着自己的女孩，心里被他的真诚深深打动。因为天已经黑了，冈村主动提出送有沙回家，两人一路聊得非常愉快。公交车进站差点撞到有沙，冈村迅速把有沙拉进怀里，那一刻的身体接触，有沙感受到冈村的温暖，这种感觉是他未曾在别的男人身上有过的，感觉真是不可思议。他情不自禁对冈村表白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冈村之前从未被告白，他低头忍不住吻了有沙，俩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竟被有沙妈妈看到了。冈村没有逃避，而是不断向他们道歉。回家后，丰村后悔自己的鲁莽，他也没勇气回应有沙的情感，他和有沙年纪差的太多了，他担心像他这种大叔有沙不会看上，有沙却一直等着冈村回应他的情谊。几天过去了，冈村对有沙毫无反应，再迟钝的有沙也明白了，冈村在有意避开他。为了跟冈村说明白，有沙冒雨等他下班，但那天冈村已经提前走了。第二天，冈村才从同事那儿听说，有沙昨晚等了他一夜，他明白他肯定在等他的回复，满心愧疚，他找到有沙道歉，可有沙没接受他的歉意，都是我不好，我脑子里全是你，无法做其他事。冈村愣在那儿，没想到有沙会对他这么重意。有沙因生病提前下班，虽然坦诚了心声，心里却满是忧伤。回家后，妈妈男友一见他湿漉漉的样，立刻起了坏心思，他突然将有沙推倒。自从钟情于冈村，有沙就不愿被其他男人触碰，他拼命反抗，终于逃离了那男人的控制。他遇到了妈妈，但什么都没说。楼下，
撞进来送伞的冈村。他说出自己的苦楚，冈村既气愤又心疼。冈村先生，我也喜欢你。他们确认了彼此的感情。冈村带有沙回家过夜，和冈村同床，有沙非常激动。冈村对有沙没什么邪念，反倒是有沙想要靠近。冈村以为这样就是在交往，但有沙却不这么看。他虽觉得已经有情意表达，但冈村没让他做女友，也未曾触碰，所以他认为他们不算正式恋人。因害怕妈妈的男友，有沙一直住在冈村家，他们一起吃便当，一起抱着睡。虽然看起来像真正的情侣，但冈村始终没提让有沙当女友。有沙因此很烦恼，他向智障的密友游子咨询，怎样才能成为别人的女友？冈村是不是觉得你们已是情侣？游子觉得经历了喜欢和亲密，就算是在交往了。但有沙觉得他和其他男性也有过这样的行为，流程走完了也没能在一起，所以绕来绕去，得等冈村开口承认，他们才正式交往。冈村也发现最近有沙似乎情绪低落，他担心有沙想和他分手，天也建议他和有沙谈谈。周末约会时，冈村表达了自己的顾虑：有沙，你是不是打算和我分手了？我们已经开始交往了吗？原来双方都误解了。冈村郑重地向有沙提出交往，有沙欣然接受了，两人终于真正成为情侣。成为情侣后，他们开始同居。妈妈嘱咐有沙要尽快告诉冈村自己有智力障碍的事，有沙却沉默不语，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好。住在一起后，有沙急切希望成为冈村所需之人，他想深化两人的关系，可冈村因缺乏经验，紧张到开始退缩。他觉得应该慢慢来，但有沙却变得焦急。冈村虽然和他住一起，却不触碰他，这让他感到很不安。他担心自己不是冈村所需要的。冈村发现他皱眉，便约他将此事安排在冈村生日那天。有沙的不安之心因此平复，直到生日那天到来前，他们每天都很快乐。沉浸在幸福里的有沙暂时把智障的问题抛到脑后，和冈村尽情享受恋爱的美好。然而这一天上班时，有沙意外发现同事们原来早已知道他有智障。回想起之前和同事等公交时，同事发现了他掉落的残疾证，那时他们应该已经知道了。有沙顿时变得非常紧张，他担心同事们会告诉冈村，他觉得与其让冈村从别人口中得知，不如自己先开口。但游子坚决劝他保密，有沙怕网村知道后会分手，尽管害怕却不想对冈村隐瞒，决定那晚坦诚告白。可话还未出口就泪流满面，他害怕失去冈村。冈村抱他轻声安抚，告诉他不急于说出来。有沙慢慢平静下来。冈村生日，他们履行了约定。第二天，两人甜蜜醒来，冈村深情地拥抱有沙，希望他能永远和他在一起。感受到这份温柔的包围，有沙再也不能对冈村隐瞒自己的秘密。我有智力障碍。有沙注视着冈村的反应，以为冈村嫌弃他。冈村说自己只是吓了一跳，他到现在也不会丢下有沙。他上网找了很多资料，关于多动症障碍的。他研究了资料后才明白，自己曾认为可爱的行为，原是智力障碍的迹象。有沙其实一直很辛苦，自己却从未察觉。冈村立刻感到了强烈的自责与罪恶感。有沙觉得自从冈村知道他有智障后就变了，虽然冈村没说要分手，一直都很宽容对待他，但从那时起，他和冈村就在为亲近。注意到冈村最近又开始抽烟，有沙意识到是自己的病给冈村造成了压力和困扰。他走上前抱住了冈村，提出了把残疾证退回的想法。他感觉自己只有轻度障碍，用不着残疾证。冈村尊重有沙的决定，但他认为必须得到有沙妈妈的赞同。第二天，冈村去找有沙妈妈讨论办理残疾证的问题。有沙妈妈坚决反对，只有残疾证才能领取补助。这些年，他一直帮有沙积攒这笔补助金。他质疑冈村对有沙的了解有多深，是否有勇气一生守护有沙。冈村一时无言以对。妈妈说他照顾有沙20多年，这份苦楚是旁人难以体会的。有沙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，都是因为他从冈村那里感受不到安全感，所以现在的冈村没有资格跟他讨论有关残疾证的问题。冈村沉默了很久，有沙一直在等冈村的回信，结果焦虑的生病了。冈村看着有沙，深感内疚，确实是他逼得有沙变成这样。他对有沙说，残疾证留下吧。有沙妈妈一直给他攒助学金，有沙放弃了要还的念头，生活重回平稳。看到有沙纯真的笑容，冈村也感到开心。虽然他尚未准备好承担为有沙一生负责的重任，但还是忍不住想要守护他，深爱着他。不久后，冈村的爸爸打来了电话。冈村回家庆祝妈妈的生日，被问及是否有女朋友时，他的回答含糊其辞，差不多吧。有沙将头低垂，猛地捶打地面，自责自己的病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，让冈村难以向家人开口。看到有沙这副模样，冈村吓了一跳，急忙解释说自己其实从未。
向父母正式介绍过女朋友。所以这么说的原因，那你打算让我见你父母吗？会。听说有沙要去见冈村的爸妈，妈妈特意给有沙挑了条裙子。她建议有沙暂时不要把智障的事告诉冈村父母。冈村的看法也相同，他希望父母能无偏见地了解真实的有沙。爸妈看到温顺可爱的有沙后都很高兴，全家人其乐融融地共进晚餐。妈妈洗碗时不小心叫有沙成儿媳，她真的很喜欢有沙，希望她早日成为我们家的一员。有沙看着温暖热心的冈村妈妈，再也没法隐瞒，便坦白自己有智力障碍。冈村妈妈第一时间表现出担忧，怕这病会遗传给孩子。有沙离开冈村家后，就把这事跟冈村说了。他能理解冈村妈妈的忧虑，也担心冈村的父母不接受他。其实冈村和有沙根本没打算要孩子，但他们也得顾及父母的心情。冈村的父母其实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强迫他们分手。这件事之后，有沙内心想要成为普通人的想法越来越强烈。一个男同事刚好推荐，不知情的有沙去调配车辆。有沙自信满满想尝试一下，但冈村却不经意间说了出来，有沙做不了这份工作。一听这话，有沙心里很难受。他清楚自己很多事情做得不够好，他也知道总这样下去不行，所以他决定尽力让自己进步一点。我现在很喜欢你这样，这样也很好，不用改变，不强求调整车辆也行，你已经尽力了。这一天过后，有沙感到冈村爱他更深了，但冈村越温柔，有沙越感到痛苦。冈村要出差几天，有沙打算趁这段时间试着做个普通人，也接手了车辆调配的工作。调配车辆的事以前只有天野在做，有沙很佩服天野，在他的帮助下，有沙学起了调配，感到越来越有成就感。他将这些分享给了冈村，冈村虽担心，但还是支持他。第二天，有沙亲自调配车辆，虽遇小挫，但他没放弃。但看到有沙那么努力，天野实在不忍心泼他冷水，只好边上提点错误。下午天野得带孩子看医生，所以提前下班了。在天野帮不上忙后，有沙逐渐失控，最终弄糟了所有配送路线。配送团队和客户纷纷抱怨，这次差错为公司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和损失。天野和其他同事只好回来帮有沙处理后续问题。冈村回来后不断的给有沙和同事们道歉，这件事给有沙带来了很大的打击。他终于认识到，无论多努力也无济于事，掩饰自己的智障事实也无法消除和常人的差异。但不管是冈村或是同事们，都未曾责怪有沙的过失。有沙明白是因为他的障碍，他们才对他这么宽容，但这份体贴反而让有沙更加难过。第二天，同事们忙前忙后的帮有沙收拾残局，有沙却愧疚更深。这种愧疚像座大山，让他喘不过气来。他真想找冈村聊聊，可冈村每天忙着处理事情，早出晚归，无法与爱人交流的有沙心里越来越感到孤单和沮丧。他食不甘味，发丝疯狂掉落，精神恍惚的像没灵魂的躯壳。其实冈村意识到自己最近太忙而忽略了有沙，回想起来，冈村也没法解决困扰有沙的问题。天野说，这正是冈村不够了解有沙，有沙的情况肯定比看上去复杂的多。天野的话让冈村受益匪浅。可是当他晚上回家想和有沙好好谈谈时，发现有沙已经不在了。有沙妈妈打电话来说有沙在他家，冈村马上冲到有沙妈妈家去。一路上他一直在自责，觉得自己对有沙的了解还不够。他到有沙妈妈家向有沙道歉，希望能继续与有沙相处，更了解他。可有沙却决定提出分手，我不想再见你了。事后冈村试图挽回有沙的心，不过有沙一个个拒绝了。没想到这时候父母打来电话告诉冈村，他们完全不在乎有沙的智障，希望冈村能永远爱着有沙。冈村没料到父母这么开明，但他已经和有沙分手了。父母听闻此事十分遗憾，他们认为冈村错失了有沙这样好的姑娘。有沙失恋后整日就窝在家里睡，他既不接丰村的电话，也不回信息。天野也给他打了个电话，他答应见天野一面。天野因吊车事宜向有沙道了歉，他们不该在有沙出错时只是选择不去责怪，这样的高高在上的宽容对有沙而言反而是种差别。他知道有沙一直想成为普通人，虽然不能完全懂有沙的心情，但他认为所谓的普通其实没有统一的正确答案，所以有沙不必因此感到自卑。周围的人之所以想和有沙相处，是因为他本身的魅力。有沙的妈妈也曾告诉他，他的身边虽非亲人，却有许多像家人一样疼爱他的人。有沙首先想到的就是冈村，他特别想和冈村聊聊，于是他去了冈村家。冈村迟迟不出现，等了整整一天。回家路上，有沙脑海里全是和冈村的回忆。冈村先生，再见了。后来有沙在超市找了个收银员的工作，但他依旧没能从失恋的痛苦中走出。冈村同样被失恋之痛困扰，他尝试过多种方法，可依旧忘不了有沙。冈村的父母和哥哥都在劝他，
冈村别轻言放弃有沙。冈村听说有沙不想见他了，哥哥说重要的不是有沙说了什么，而是冈村的态度。这话让冈村豁然开朗，他和有沙之间的分手，主要是因为他对有沙了解不够，因此他报名参加了一场关于智障患者的讲座。因为他深爱着独一无二的有沙，由子想让有沙见她男朋友，有沙不愿意，他心里还挂着冈村。有个同事向有沙表白，有沙同样拒绝了。他现在终于能拒绝不喜欢的事了。回家路上，他经过与冈村走过无数次的台阶，他心里默默祝愿冈村能在世界某个地方过得幸福，缘分让他俩重逢。有沙，许久不见的他们心中其实都有很多话想对对方说。有沙先开的口，他对冈村说自己曾是陪酒小姐，那时候他觉得自己一文不值，非常渴望被人需要，所以工作中任由客人对他为所欲为，他一直不敢说不，也没意识到原本不太喜欢那种感觉。直到遇到了冈村，他不仅体会到了幸福和快乐，还学会了拒绝不喜欢的东西。冈村为他的生活带来了活力。我们重新来过吧。有沙再一次坚决拒绝了冈村复合的提议。正是因为太爱冈村，所以他不得不面对现实问题。他的病像冈村妈妈担心的那样会传给孩子，他既难以完成困难的工作，也做不好家务。很开心又见到你。有沙转过身来，泪流满面。冈村意识到他即将永失这位深爱他的女孩，于是他追上有沙，把心里的话全都倾诉了出来。两人终于和好如初，回到了冈村的小屋里，开始了简单又甜美的日子。前面的路仍然坎坷，他们将互相支持，继续过着幸福的生活。